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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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脑子进去了？小芳芳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刚刚只在模仿稻草人的声音而已。你们没看到我今天穿的衣服吗？首先，稻草人是不会咔啦咔啦咔啦说话的。其次，我觉得你这不是稻草人，是一坨，而且特别。我不介意成为儿童连环失踪案的凶手。好了，言归正传，我们今天要干什么？你们都清楚了吧？清楚、明白、了解。小一，你来重复一遍我们今天的学习任务。背2页三字经，5篇古诗，做20题数学题，以及写1篇赞美老师的作文。不错不错，那就让我们开。我有意见。驳回。老师，您看你今天穿的多有麦田里的守望者风格。你应该知道这本书不是讲稻草人，而是讲一个16岁少年的心路历程的故事吧？难道秋高老师不是少年吗？你这其实，哎呀，讨厌。行，那今天我们就来讲童话故事吧。耶！干得漂亮，小沈。叫天使，天使。小沈，你想听什么童话？首先，我叫天使。其次，你先上车。为啥？没时间解释了，快上车。到站了，你想听啥？做1次100，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滚啊！求告上，我想第一个听你讲童话故事。行，你想听什么？我想听小红帽的故事。话说从前有个小女孩，她叫小红帽。有一天，她拿着一颗毒苹果去看望住在7个小矮人屋子里的白雪奶奶。然后呢？然后白雪奶奶拿起苹果咬了一口，顿时突发灵感。而后的 iPhone 就是这么来的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你离成功往往只差了一口毒苹果。秋高老师，接下来是我想听睡美人的故事。从前有个公主，她从一出生开始就被巫婆下了诅咒，说16岁那年会碰到一根针，然后永远沉睡下去。接下来呢？果不其然，巫婆的诅咒实现了。但是这时突然出现3个仙女说，只要有个王子愿意亲吻她，她就能醒来。于是从不知道哪个野鸡过来的王子奋发而起，扑噔一下亲了公主。于是公主醒了，王子陷入了永眠。为什么？公主几年没有刷牙，王子亲下去的瞬间就被臭死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刷牙的公主是得不到好王子的。我感觉你新颖的在骗我。小一、小思思，你们想听什么故事呢？秋高老师，我们想问你，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吧？我总觉得每个故事的结局都美好的太不真实了。小傻瓜，如果结局不美好，不引人向往，怎么骗你们小屁孩的钱呢？对吧？怎么样，今天的故事讲得还不错吧，小思思？哪里不错了？我总觉得这些是你乱改编的。怎么会？记得回家之后写一篇听后感，有多少个赞就写多少个字，一字不落，听到没？为什么每次罚的都是我？